后面飞鸽子然后放气球的时候啊，我已经开始不停的哭，我已经没忍住。我特别希望中东也能实现和平，我也希望中东人也能过上中国人一样的生活。我出生在一个战争的国家，中国的先进武器，这些展示不是为了说哎我们厉害还是什么，这些展示只是为了铭记历史，而且同时去共创未来。中国对我们真的是已经打开门了，让更多的国家来到中国去合作，去一起去发展，让这个世界变成一家人。就像天安门上面写的“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”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兰。大阅兵大家都看完了吧？我的天呐，那场面真的是绝了呀！不知道您看了没有？反正我是全程没错过，看的我真的是太激动、太震撼了呀！两个字儿，提气。真的是太提气了。说实话啊，都结束好一阵儿了，我这脑子里还是那哐哐哐的正步声，那飞机唰的一下飞过天空的呼啸声，看得懂也必须看懂。聊到这儿呢，我这情绪还有点上来了。为啥对这种强大的感觉这么渴望啊？因为咱们憋屈的太久了，看着那些史料、那些图片，英国人的军舰大炮，咱们清朝的那些土炮长矛，那种落后就要挨打的无力感和屈辱感，隔着100多年都能让你喘不过来气儿。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，再到艰苦卓越的14年抗战，咱们这个民族啊，真的是流了太多的血，受了太多的苦，那是刻在每一个中国人骨子里的痛啊。所以今天啊，当咱们看到天安门前我们自己的军队威武雄壮，装备精良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去的时候，你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？那是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，是一种老祖宗们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咱现在行了，再也没有人敢随随便便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的那种自豪感。阅兵里头有个画面最让我感动，就是那群白发苍苍的抗战老兵，这胸前是挂满了奖章，咱们的领导人都俯下身跟这个老兵们挨个握手。老兵们啊，都90多、100多岁了呀，他们是历史的亲历者，是那段苦难的见证人，他们把这个青春、把热血都洒在了保家卫国的战场上。今天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个强大的国家，这个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和平盛世，就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。他们的精神那种不屈不挠的劲儿，会永远刻在我们心里。我们中国人啊，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，因为忘记就意味着背叛。我们会永远铭记那些为这个国家流过血、出过力的人。哎呀，没戴帽子，现在经历也不标准了，浑身都抖了，现在。所以你看啊，从虎门的憋屈到今天天安门的扬眉吐气，这不仅仅是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，更是一种民族精神的传承和爆发。我们现在敢大声地说，今天的中国不可战胜，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，惹翻了是不好办的。光有硬家伙还不行，还得有驾驭这些家伙的人，有把所有人拧成一股绳的劲儿。这4大阅兵啊，就是把这股精气神啊给展现的淋漓尽致啊。首先是那份自信，你想，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没有绝对的自信，他敢不敢搞这么大场面的阅兵？那军队拉出来好不好，全世界都看着呢。搞砸了，那丢人就丢大了呀。所以敢这么大大方方的展示啊，本身就是一种底气，一种对自己执政能力、对国家发展、对军队战斗力的绝对信心。那这种自信啊，在一个充满挑战和变化的时代啊，比这个黄金还珍贵。它能从上到下传递给每个老百姓。其次呢，是那份认真和团结。说个实在的啊，就这么大规模的活动，得协调多少部门啊？交通、安保、后勤、通信，一环扣一环，哪一环都不能出错。